这牌子出现，在座的还有记得的吗？很多牌子还是死在盈利上。我跟龙哥，我们真的不知道，在奇葩说的现场，我们俩能相见。所有的甲方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你用乙方用的是他的脑子，不是他的手。出来做顾问多久了？3年，对3年，正好小孩送去读书的这3年。我跟你们说啊，就龙哥小孩送去读书之后呢，他一个人在上海，可开心了，你知道吗？没有，我老婆也在我们梦寐以求的生活呢，中年男人的梦想。就龙哥相当于自己这3年其实完全在做顾问的这个形态，也陪跑了非常多一些这些时尚的品牌。上海时装周刚刚走完红毯，龙哥是我们的第一个自己创业服务的客户呢，其实龙哥所在的品牌，叫美特斯邦威啊。这牌子出现，在座的还有记得的吗？有一种很古着的感觉已经出来了。那个大周总、小周总现在也都还在美特斯邦威不断的这个创新自己的品牌了。我们2位在这里再聊天胡侃一下。龙哥一直到美特斯邦威，其实长期的陪伴着美特斯邦威最初的这个个把亿，到100亿的整体的突破。那10年，其实龙哥奉献了青春，奉献了自我，奉献了头发，对，奉献了头发，然后帮助其实美特斯邦威有机会呢可以变到整个的100亿的这个市值区。那结束之后呢，其实龙哥干了一件我也已经在干过的事情，就是创立一些比较硬核的这种男士的这种品牌的 AK Cup。然后呢，结束之后呢，又在不断的去前进孵化，又开始碰女装这个赛道。基本上这个休闲服饰，对吧？男装、女装都碰过。你的职业生涯其实从到现在都在干服装。我其实刚来上海的时候，我的梦想是进 4A 公司了，因为我学广告的嘛。我的第一理想，我要成为一个很牛逼的创意人。我时运不济，我才华不够，家里给了我2000块钱说你去。来了上海就花了1000多块钱，请了在上海的同学们吃了个饭。对，然后吃完饭之后就剩500块钱了，跟我当时的另外一个大学的同学就免费蹭他的住他那里，然后我就开始找工作。对，找了2个礼拜，钱花光了。对，也没有 4A 公司要我，没有办法呀，我就只能给我堂叔打电话，我说我来上海了，要不我就去你那里工作。那个堂叔就是美特斯邦威的老板。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就进了服装行业啊，一个人干了12年。我运气比较好，是真的是在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因为当年的美特斯邦威它是第一个中国过100亿的品牌，对，它应该也是在10年前全中国服装领域做营销应该也是最厉害的牌。对，包括我最后一个案子是赞助奇葩说嘛。奇葩说这一点要说的，我跟龙哥，我们真的不知道在奇葩说的现场我们俩能相见。他那时候代表美特斯邦威作为赞助奇葩说，我那时候代表百事可乐赞助奇葩说，我们2个竟然作为评审出现在那一集的当场。奇葩说的第1期的第1、第2、第3、第4集应该都有我的镜头。对，我只去录了1次。然后导演说你怎么还不来啊，龙哥？我说你不是有我镜头，你就不停的用就可以了。做完之后我自己就对营销做品牌特别有兴趣，后来才有什么再去做一个男装，从几千万到几个亿，然后新3版上完市拿了投资我才走，然后又去做了一个叫乌鸦的女装，疫情期间也是从1个多亿也是到几个亿。22年把孩子送出去之后，自己真的是对做营销和做品牌就特别的有热情，然后我自己觉得自己又非常有想法，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始转型做顾问，包括还写营销类的书，对吧？那你有没有觉得我以前其实有这么长期的经历，到现在这个时代，好像变了？这个问题很好，因为过去的小10年，我觉得在营销上其实是有问题的。我是 old school， 强调价值观的输出，强调品牌视觉形象的包装，但是在过去的10几年，你会发现直播也好，就所谓渠道的变化和一些大家所谓的投多少钱我能回来多少的那个精准效果、快速见效、求成效的那种营销的方式，我们的超高式的介入，其实是对整个的大品牌和营销圈冲击是非常大，大家就会出现很多就看眼前利益的动作，其实害了很多牌子。所以在过去的10几年，我们会发现很多牌子是快速上升，啪，然后拼命打折，然后啪一下子下去之后，其实它再上来就非常的慢，包括很多国际品牌。那这2年其实他们都在变，其实我觉得有一种回归的感觉，就是又回到了做品牌、做状态的。2个更痛的话题，你觉得真的是中国品牌做的特别的棒了、崛起了呢，还是真的因为这一代的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拥抱越来越多而崛起？这2个其实都有。中国其实真正我们去看那个所谓中国做品牌的历史是极短，9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人对怎么做品牌这个事情还是极其模糊。00年到10年之间，我认为是一个快速学习的阶段。然后呢，10年之后呢，中国人开始有点觉得自己要做品牌了，或者说也开始有些专业人士知道怎么做了。那个阶段你会发现，就是很多中国的专业人士已经会去把握和包装这个牌子了。一个大的系统里面，其实怎么做牌子这个事情其实是有欠缺的。另外一个就是很多牌子它还是死在不是包装上面，我觉得还是死在盈利上。广告做得很漂亮，但是你的营运动不动就打折，真的影响很大。最近我是这样的，我就碰到人，我就说做品牌先不要打折，当你不打折之后，你才会有心思去做一些我们叫难而正确的事儿。尤其最近几年，其实做的特别好的牌子，往往都是这个样。
的样子。我要把业绩冲上去，我考虑的不是打折，我通过其他途径来吸引你关注我，同时转化过来再买我。你吸引的方式是增加流量，流量来了之后，你怎么去转化变成消费者，然后再产生它再次吸引、再复购。因为服装这个行业跟很多行业不一样，就是它一定有复购逻辑，它没有复购，这个牌子就做不起来，对不对？快销也一样。对，那你觉得男装好做还是女装好做？其实两个本质上会差不多，因为女生很爱尝鲜嘛，她的起手你做对了，起手会快。男装呢起手相对会慢一点，就我指的是还是有一定价格，价格很便宜这个事情是另外一说。因为我们在强调做品牌的时候，就是我们会认为第一有复购，第二呢有利润，第三呢它是有蛮强的蛮好的一个形象在里面嘛。那男装的好处就是你真的做上去了，下来比较慢。那你怎么看现在中国这个社会的经济状态下，如果经济会受到挑战的情况下，服装这个赛道是不是就挑战会更大？传统的大的赛道应该挑战都挺大的，我觉得不单单是服装。当然，就我们这一代人运气很好，真的是你进到一个地方就拼命的往上走，那个生意好到你都不能理解。对，都年轻的时候做生意的公司开一个店，这个店今年300万，那明年做多少？明年35%增长嘛，结果做完了要45%增长，在45%增长基础上说再定一个35%增长，到了第二年又是45%，泼天的富贵，真的叫泼天的富贵。但现在我觉得大家要接受一个情况，就是不增长你怎么把企业做起来？那这里面你会发现深刻的在运营端就贼重要，对吧？我觉得经历过了电商的这个时代，又走过了以前开店的这个美资邦威这个辉煌的年代，你觉得现在这个电商和线下渠道在服装这个赛道应该怎么去配合？我们把渠道跟我们叫展现分开，展现就是包括品牌呀，包括陈列啊，包括照片。渠道只是为了方便消费者去购买到它，但是你的展现跟包装，我觉得没差了。但是这2年要求特别高的就是大家最近特别流行讲的，就是叫内容营销。对，就你怎么去装你内容这件事情是很关键。先不要讲做品牌，真正做生意，这2年其实很关键的就是你把内容做好。但是把内容做好这个事情，我认为在整个行业里是缺失的，因为大家的整个经验是来自于过往，包括我专业做 marketing 的人，以前比如说1年做2次内容，对吧？现在变成就是说你能不能天天出内容，其实这个是蛮挑战的。自己隐约会有一种感觉，接下来应该是好的创意人的春天，但是一定要持续的输出。就是毛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很多人觉得做内容就是特别简单嘛，小红书搞，对吧？拍片拍，这个你可以成1.0，对，就是大家水平都不高的时候，你就可以这么干，还是靠同行衬托。这不是你做的有多好，这同行做的也不好。这2年内容做的特别好的牌子，它的收益是很快很高的。龙哥有一点特别厉害，就是他是一个特别敢吐槽的。我记得有一条短视频，我看完他那个吐槽特别带劲，就是那个在高铁站拍的萝卜裤。我在老家一个小镇上，真的还是忍不住吐槽，是气牌的广告片。真的，我读过很多历史，看过很多案例。但没有这张广告片带给我的震撼那么大。我跟你有同样的感知，就是当时我没拍那张照片，我赶火车，但我看到之后，我的认知是，就是你到底卖给谁，对吧？首先第一点，萝卜裤这个事情对男生来说有多少认知是在这里面的？但我觉得你那天拍出来的感受太好玩了，每个人看到都一样，尤其是广告从业人员。对，我只能说非常的有创意，就一般创意人根本想不出来。那个审美也是颠覆想象吧。这个话题又引导了当年荣哥是我们的客户，其实我也在服务他。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不会从你的视角觉得，哎呦，其实广告公司、创意公司能力是不是也就这样一个？你会觉得就是真的好的代理商，真的能帮助到你？这个话题其实涉及到的就是甲方如何看待乙方。我是有个观点的，就是我一路都在做甲方，所有的甲方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你用乙方用的是他的脑子，不是他的手。但是你会发现在现实中经常有一种状态，就是明明乙方非常的专业，甲方一个不专业的 leader， 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花了300万请了一个非常好的创意人，用你18万的脑子去指挥他，最后做出一个20万的。其实我在从业的过程中，其实我是很尊重乙方的，因为我认为他们是靠我们叫才华吃饭。我一般都会跟甲方说，我说要学会跟乙方做朋友，因为他们真的很厉害。而且当你跟乙方做朋友，有很多我们叫无形的好处，他们有很多资源，你跟他是朋友，他就会跟你讲，龙哥你要不要看看这个案子，这个案子有可能非常好。还有一个就是当他有特别好的创意的时候，如果关系好，他愿意跟你讲真话，而不是说我收了你的钱，这太重要了。那你说什么就按你的做吧，虽然我内心非常的不爽这个案子，但是你毕竟是金主爸爸，我就做出来。我个人觉得那个萝卜裤应该就这样。像我们在变形金刚和新东方，对，有些时候坚持，我觉得我们是没错，因为你们愿意坚持，肯定是因为你们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好。因为我们在管理中有一个说法叫调试型领导力。如果这个东西你非常专业，你可以自己排版；如果你不专业，你可以考虑找一个你认为专业的人来排版，因为他的成功概率比你要高。你要明白，你真的是做想法、做品牌成功吗？有可能是渠道成功，对吧？渠道红利很大，这种事情在过去的15年中国发生过很多，最后活下来的还是玩专业的，产品是专业的，营销专业的，营运是专业的。你靠渠道红利，当红利退去，你就没有了。是。